灵芝，谢谢你。对不起啊，老公，我太激动了。没关系，你们继续。小涛，许愿吧。希望顾叔叔能一直陪着我和妈妈，祝我们的3人小家坚不可摧。天哪，苏总也太幸福了，能有顾总这么好的男人照顾。你没听到吗？顾总可是亲口说了，20多年的相识到相知，说不定呀还要相爱呢。你们别胡说，你们还真说对了。我听说顾总是楚总的初恋情人，比认识她老公的时间还要长呢。初恋情人，楚总，没想到你隐藏这么多。你们2个该不会悄悄死灰复燃吧？没有。既然顾总这么有诚意，我提议不如让楚总和顾总亲一个，一是呢来回报顾总的辛苦付出，二来呢也能回味一下20多年的初恋情味，好不好？这个提议好，快快快，亲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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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亲
不行，我老公还在呢。那就改成喝交杯酒。这个好，又没亲上，这下某些人不会小气到又要说什么吧？这样不好。有什么不好呀？我也想看顾叔叔和妈妈喝交杯酒的样子。反正某些人也没给我准备礼物，不如就把这当成我的生日礼物，好不好？这交杯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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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交杯酒。心妍，咱们也别扫了大家的兴了。来，老公，你听我解释，气氛都到这儿了，还需要解释什么？少爷，车已经准备好了，你总算能彻底离开这个家了。想救你老婆孩子，你别中钱，这200万到国外呢。喂！爸，我求你借我200万好不好？老婆为陪海龟白月光过生日，在我们结婚2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丢下我，带着儿子和白月光去国外旅游。可没想到，他们刚一落地，我就收到了绑匪的电话。老公，爸，快救我呀，爸！钱我带过来了，快绑人！没事了。老公，我呢？妈，顾叔叔还在那呢。你们快放人啊！ 200万，
是属2个人的，想救他，再拿100万。你们先放人，我们回去之后会立刻筹钱的。哼，你当我们傻？没钱，简单啊！想救他，换个人来当你治。信言，救我！我不想死。爸，你留下来好不好？让顾叔叔跟我们回家。雪涛，你说什么？今天是顾叔叔生日，他必须得跟我们回家吃蛋糕。那爸呢？你难道忘了吗？今天是我和你妈结婚20年的纪念日啊！我们又不是不属你，别这么小气好不好？妈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老公，要不就委屈你一下，我保证回去之后就立刻筹钱，一定会救你出来的，好吗？你说什么？你们不救他的话，我可撕票了。信言，不要！老公，我们结婚20年，这是我第一次求你，求求你救救颜之好不好？你让我做什么都行，你让我怎么报答你都可以，我求求你了。爸，你快答应俺爸！我顾叔叔出事了，我和妈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。老公，老公，你快！好，我换。颜之，别怕，没事了。顾叔叔，我们回家吧。走。别动！别动！张成，收拾一下东西，你家里人数你来了。少爷，当我听到家里人来数我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是他们来了。23年前，你为了他们，断绝了跟老爷的一切关系，甚至还放弃了天启集团继承人的身份。可结果呢？你也看到了，这么多年的付出，你换回了什么？少爷，跟我回家吧。这些年，老爷的身体每况愈下，天启集团需要你去接手大局。这是老爷亲手拟定和签署的合同，只要你愿意，签下字，你将彻底摆脱被人轻视的家庭主妇的身份，一跃成为滨海第一豪门天启集团的新任董事长，身家千亿，风光无限。这3年，我过得比猪狗都不如。他们母子是我活下来的唯一动力。少爷，23年，我不相信23年的真心付出换不来100万的赎金。在我做出最后决定之前，
先让我回趟家。正好今天颜值也在，先一起吃个饭吧。听说你回来，我专门订了顶级的蓝鳍金枪鱼，光这几块价值18800。你在国外这几年应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东西吧？这么贵啊？颜值，你这也太破费了。没事，都小钱。来，小涛，心妍，老公3年了，难道你们就没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当初是你们亲口答应，回国之后立刻筹钱赎我，为什么把我一个人丢在国外整整3年？爸，你都这么大了人了，怎么还这么幼稚？赎金又不是100、200，那是整整100万。我妈运营公司要钱，我读贵族学校也要钱，等她凑齐，不需要时间吗？3年了还没凑齐，难道我的命就这么不值钱吗？张成，你也别怪心妍和小涛了，当初是我劝他把赎金留下来运营公司，毕竟你就算回来也赚不了几个钱，公司才是他们母子最后的保障。你说什么？人家顾叔叔也没说错呀，要不是我和我妈把钱留着运营公司，哪有现在的好日子？你看看这金枪鱼，一块都价值好几千呢，放在以前你见过吗？要是救你，一切不都打水漂了？小涛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我哪胡说啊？他就是个累赘，在家这么多年，从来没赚过1分钱，唯一的用处就3年前换了顾叔叔回来。小涛，快给你爸道歉！我不吃了，你们吃吧。小涛，小涛，你我去看看。小涛，顾叔叔，我说的都是实话呀。你爸今天回家，就算是实话，也不能在这种日子说呀。23年前，只因为楚心妍说她想打拼事业，我便放弃一切，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主妇，全力托举这个家庭。可一辈子的心血和付出，最后换来的却是一句累赘。那好，我也得到我想要的答案了。最后一次家务，就当是我为这个家画上的句号。赵叔，见一面吧，谈谈我离开的事。离开？老公，我刚才怎么听你说要离开？你不是才回来吗？又要去哪儿？没有，你听错了。那就好，我还以为你才回来就又要离开呢。我离开还是留下，对你们来说有区别吗？老公，我知道你还在为今天的事情生气，那些都是小涛的气话。其实这些年，我们都在盼着你回家。小涛还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，忘了给你。小涛，
老公，咱们把之前的误会都忘了好吗？再过几天就是小涛的生日了，你回来了，到时候咱们一起给小涛办一场完整的生日宴，好不好？3年猪狗不如的日子，在你们这儿就只是一个误会。好，太好了，今晚别做饭了，和我们一起出去吃吧。妈，你忘了今晚顾叔叔帮我们约了投资商，要吃高档西餐呢，一块牛排上1000块，这么重要的场合，带他过去做什么？对不起啊，老公，我忘了这回事了。要不我给你点外卖吧？没事，你们去吧，不用管。肯定是顾叔叔来了。顾叔叔，星爷，准备好了吗？哎呀，我忘了你也在，要一起吗？不用了，你们。顾叔，叫我爸干什么呀？他一个家庭主妇，怎么跟我们去参加那么高档的饭局啊？小涛，我哪句话说错了吗？我妈公司现在正需要拓展业务，她身为你的老公，一点用都没有，关键时候还得靠人家顾叔叔的人脉。哎，星爷，你昨天不送了我套西服吗？我买过那个牌子，我记得他们会送一条皮带当做赠品，我怎么没有看见啊？是不是店员给你装漏了？你是不是记错了？对啊，顾叔叔，你肯定是记错了。不可能啊，我记得很清楚。哎，好像就有这个包装盒，你们不信的话可以打开看一看，看里面是不是一条皮带。啊，老公。这不会是送他的礼物吧？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。老公，你听我解释。没关系，你们不是还有饭局吗？快去吧，别因为我耽误了。老公，解释这么多干嘛？走吧，正事要紧。是啊，星爷，今天我好不容易请到天齐集团投资部的主管，咱们可千万别迟到了。天齐集团？没想到顾叔叔连那种大人物都能请到。妈，你还等什么呀？快走吧。等我晚上回来，一定好好弥补你。走吧。爸爸，你快点！这我送给你的礼物。这些年，家里的大小事宜都是老公一手操办的。老公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，从今往后，老公的礼物都必须是最独一无二的。就是，爸爸的礼物值得最好的。原来你们的独一无二，就是其他男人看不上的赠品。老爷怕你后悔，专门交代过，合同一旦签署，你必须放弃现在所有的社会关系，并且今后不能跟他们有任何交集。作为替代，他会马上给你安排适合联姻的对象，立刻结婚。好。爸，你快回来呀！家里出事了，我妈她和顾叔叔。怎么了？你别问了，快回来。少爷，先送我回家一趟，合同你先留着，等我回来再签。
小涛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顾叔叔，愣着干嘛？还不快去帮忙！胭脂，好点了吗？下次别再这么喝了。为了你和小涛，这点酒算什么？想当初我要是没有出国，我们早就结婚了，哪还轮得到他？你喝醉了。是，我是喝醉了，但我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。星爷，那个张成一事无成，根本就配不上你。你们离婚好不好？我们再续前缘。妈，你先休息。你别误会，颜值在饭局上喝醉了，我不放心让他一个人回家，所以才让他来我们家住。那他为什么睡在我们床上？刚才他……张成，你不就是猜忌我和颜值之间有什么吗？我们结婚23年，连儿子都到结婚的年龄了，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你去把杂物间收拾出来，今晚你睡在那儿。颜值的情况不方便动，晚上我得照顾她睡觉。好，图依你。反正要不了多久，你们就再也见不到我了。张，刚才不小心吐的到处都是，星爷正在帮我擦脚。你们结婚20几年，这种待遇应该还没享受过吧？你命真大呀！你说什么？被折磨了整整3年，竟然还能活着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这一切都是我安排的，我怎么能不知道？如果你再晚回来1天，我就会向星言求婚。你猜到时候他会不会答应？你就不怕我？怕什么？怕你揭穿我？颜值，你在哪儿？张成，你信不信？如果再来一次，星爷还是会放弃你这个共度了23年的枕边人，选择我这个初恋白月光。颜值，颜值，你在哪儿？老公，你有看到颜值吗？颜值，颜值，颜值，你没事吧？不要打我！我不是故意和你抢星爷的，求你不要打我！颜值，星爷，是他自己。你别碰颜值！老公，妈，这里是2楼，没多高，他能有什么问题啊？顾叔叔都流血了，先过来看看顾叔叔呀！这，颜值，你坚持一下，我马上送你去医院啊！
算了吧，星爷，肯定是我留下来让张成他不高兴了，我还是自己回去吧。不要言之，张成他以前不是这样的。妈，你还在帮他说话？顾叔叔脸上的伤这么严重？哦，不是这样，这一切都是他演的，刚刚也是他自己打的自己。不仅如此，甚至3年前的绑架都是他一手策划的。张成，你怎么会变成这种人？你相信我，真的。够了！亏我还向着你说话，张成，你让我真的很失望。23年，楚心言，23年的感情，还是换不来你的信任吗？除非我真的傻到会相信有人打自己的耳光，就为了陷害栽赃你。张成，你太自以为是了。言之，我们走。我没说错吧？当爱消逝时，一切的话都将变成谎言。一个已经不被爱的人，还是识相点，早点退出吧。是，我输了。这场游戏，我玩了23年，也累了，该退了。楚心言，张小桃，你们这个家，我不要了。少爷，从合同签署的这一刻开始，你不再是楚家那个被人看不起的全职主妇，而是滨海第一豪门天齐集团的新任董事长。这一天，我盼了23年了。走吧，回家看看。少爷，这不是我亲生儿子的生日，却没邀请我。最后再给我一点时间好吗？让我和过去好好告别。好，过去开车。干杯！干杯！小涛，生日快乐！肯定是蛋糕到了，你去开门。这是哪来的服务员呀？走错了吧？这是哪来的服务员啊？走错了吧？他是我老公。真丢人！老公，你过来坐吧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些年我们还以为顾总是楚总的老公。我和小涛也是怕你又做一些冲动的事情，所以才没叫你。你不要多想。我听说顾总为小涛准备了非常棒的成人礼物，张先生作为亲生父亲，肯定也准备礼物了吧？是啊是啊，快拿出来让我们开开眼。
我老公他……我来的太急，没准备礼物。怪不得不叫他，有这种亲爹，真是够丢人的。就是。小涛啊，来看看顾叔叔为你准备的礼物。这是我为小涛专门准备的黑天鹅生日蛋糕。哇，这个蛋糕超级贵，我记得至少价值6位数吧。还有这辆价值60万的奔驰跑车。小涛，祝你前程似锦。谢谢顾叔叔。胭脂，这些会不会有点太破费了？我一直把小涛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对待，花点钱算什么？总不能像某些人一样空着手不请自来吧？就是，比起某些空着手来还只会让我丢人的人，我更感觉顾叔叔才像我的亲爸爸。顾叔叔，如果能选择的话，我一定选你当我的亲爸爸。小涛，你……杏言，这最后一份礼物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，也只有这份礼物才能配得上我们20多年的相识和相知。天齐集团投资部主任亲自签署的项目合同，价值整整2000万。胭脂，谢谢你。对不起啊，老公，我太激动了。没关系，你们继续。小涛，许愿吧。希望顾叔叔能一直陪着我和妈妈，祝我们的3人小家坚不可摧。天哪，苏总也太幸福了，能有顾总这么好的男人照顾。你没听到吗？顾总可是亲口说了，20多年的相识到相知，说不定呀还要相爱呢。你们别胡说，你们还真说对了。我听说顾总是楚总的初恋情人，比认识她老公的时间还要长呢。初恋情人，楚总，没想到你隐藏这么多。你们2个该不会悄悄死灰复燃吧？没有。既然顾总这么有诚意，我提议不如让楚总和顾总亲一个。一是呢，来回报顾总的辛苦付出；二来呢，也能回味一下20多年的初恋情味，好不好？这个提议好，快，亲一个，不行，我老公还在呢。那就改成喝交杯酒。哎，这个好，又没亲上，这下某些人不会小气到又要说什么吧？这样不好。有什么不好呀？我也想看顾叔叔和妈妈喝交杯酒的样子。反正某些人也没给我准备礼物，不如就把这当成我的生日礼物，好不好？这交杯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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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交杯酒。杏言，咱们也别扫了大家的兴了，来。
老公，你听我解释，戏份都到这儿了，还需要解释什么？少爷，车已经准备好了，你总算能彻底离开这个家了。老公，你等等！哎妈，别管了。可是，妈，你忘了上一次他就因为吃醋打伤了顾叔叔，这一次肯定也是。是啊，星爷，她就一个家庭主妇，身上又没钱，能去哪？要我看，她就是回家去生闷气了。好啦，咱们就别管她了，免得耽误了小桃的生日会。少爷，车在门外。我没想到，23年，最后却是以这种方式离开。走吧，回去看看我爸。是。爸，这些年集团的事儿都是老爷一个人在扛着。ICU 都进过好几回了，我也劝过他，让他找个帮手。但是老爷说他信不过外人，他唯一相信的人只有少爷您呐。爸，我向您保证，再也不会离开了。你才接手集团，需要有人支持。爸给你挑了几个联姻对象，你看看吧。是他？没想到20多年了，某人还愿意回头看一眼。我也没想到，20多年了，你竟然还在原地等我。你要的，可能我只有下辈子才能给你了，这辈子非心妍不可。那现在我们要试试吗？试试吧。爸，我饿了，快给我做饭，我要吃红烧排骨，不准放松。老公，我想喝鸡汤。怎么回事？我记得以前只要我们回家，他无论做什么都会马上停下来迎接我们的。可能是国外待久了，忘了规矩了。看来啊，是时候该给他重新树立一下当好家庭主妇的规矩。爸，爸，你聋了？爸，好像真的没人。奇怪了，我的生日会结束后，我们和顾叔叔出远门旅游1周了，都这么久了，他怎么还没回来啊？该不会从那天起，他就一直没回来过吧？怎么会啊？他身上1分钱都没有，能跑哪里去？该不会是躲到朋友家去了吧？不可能！我爸和我妈结婚后啊，就一直在家里照顾我们，从来没和外界接触，哪有什么朋友啊？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。您好，您拨打的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。要我说啊，他就故意玩失踪，想要引起你们的注意。这种情况不用管他，
反正他也没什么钱，保证用不了几天就回来了。没错，说不定啊，明早他就屁颠屁颠回来给咱们做饭了。不就是受了点委屈吗？竟然用这种幼稚的手段来吸引我的注意力。明天你要是再不回来，我和小涛真的要生气不理你了。我们出去吃吧。不知道你爸爸给我们做了什么好吃的。再多都是他该做的，别以为这样就能让我原谅他。这都什么时候啊？怎么还没做好啊？老公，妈，是不是又在偷懒呢？你爸他好像没回来。再过几天就是我们家公司20周年庆典，张成，你居然在这种节骨眼上玩失踪，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我们娘俩？妈，那我们还找吗？不找了。3天后就是公司的20年庆典，来不来随你。谢谢啊。想当初，就因为他一句想要追求梦想，我便放弃一切，成为全职主妇，全力托举他们母子。一晃20年，我得到的却只是个笑话。是你老婆，对吧？你能陪我这么多天，我就已经很知足。你是有家室的人，我们注定没有什么结果的，还不如早点结束，以免又让我伤心很久。放心，她很快就不是我老婆了。楚心言，我会赴约的，只是这一次不再是为了你们母子，而是为了我的自由。赵叔，帮我拟一份离婚协议书。妈，我爸来了。你别误会，我刚才就是帮言之整理一下衣领。妈，你跟顾叔叔身正不怕影子斜，和他解释这么多干什么？倒是他才应该好好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消失这么多天。就是，本来言之说你故意玩失踪，是为了引起我们母子的关注，我还有些不相信，没想到你还真是这种人。随便你们怎么想，我今天来就只为了一件事，把这个签了吧。这是什么？欢迎各位莅临楚氏集团20周年庆典，让我们有请集团创始人楚总上台讲话。楚氏集团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就，一路走到今天，也少不了各位贵人的扶持，同行的勉励。希望在今后，楚氏集团能继续以低调、谦卑的态度，走在始终创业的道路上。谢谢大家。楚总刚才说楚氏能有今天，少不了各位贵人的帮助。我们都想知道，这20年，楚总最想感谢的人是谁啊？的确有这么一个人，他对楚氏和对我来说都是不可替代的，是他在背后默默支持我的事业。有朝一日，我也要成为驰骋商界、光芒万丈的大总裁。
一定会的。老公，到那个时候，我一定会给你买最大的别墅、最贵的豪车，一切最好的都只属于你。是他，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支持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给予鼓励，也是他甘愿身处幕后，托举我和我的家。天哪，这也太幸福了吧！是啊，楚总，这人一定是你这一辈子最爱的人吧？要我说，那个人肯定是她老公，两个人相濡以沫20年，想想都幸福。那个人就是颜值。好，那让我们邀请顾先生上台讲两句吧。这颜值是谁？这我怎么没听说过？这你都不知道？这可是楚总的初恋。这楚总怎么能这样呢？这我可是记得很清楚啊！这20多年来，只要一加班，人家张成必定会来陪着楚总。这哪怕是加班到通宵，人家第2天这还是雷打不动的做好爱心餐。这要不是张成背后默默付出这么多，这楚总一个人怎么可能有如今的成就啊？就是，楚总怎么能昧着良心说出一个外人的名字？你别多想，我们毕竟是夫妻，可是颜值他不一样，他毕竟是外人，我总不能让他寒心吧？也就是说，陪伴了你23年的丈夫就不重要，就不会心寒是吗？是不是因为上次在家里，我光忙着送颜值去医院，没管你？我给你道歉好不好？我保证，下次如果再有这种事情发生，一定先送你去医院，好吗？我知道最近我们之间是有一些误会，可是我们都在一起23年了，有什么误会是不能解释清楚的。再过几天就是楚氏和天齐集团签约的日子，到时候你陪我一起去好吗？到时候，只可惜再也没有那一天了。好吗，老公？谢谢大家。星爷，我刚才的表现还可以吗？顾叔叔，你穿西装的样子真是太帅了。妈，你和顾叔叔站一块儿，真是郎才女貌啊！小涛，你在胡说什么啊？我哪胡说啊？明明就是。恭喜2位，庆典顺利举行。是啊，是啊，早就听闻楚总夫妻一个驰骋商界，一个默默托举家庭，在滨州商界成为一代佳话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，两位真是天作之合呀！你们误会了，我老公是……照顾他们母子，一直都是我一生的追求。两位的感情是真好啊！要是不知道的，还以为是新婚燕尔呢。可以倒香槟了。妈，顾叔叔，这个画面太甜蜜了，我给你们拍一张。小涛，要不过来一起？我也过去，谁来拍照啊？这……哎，张成，我们想拍个合照，你能帮个忙吗？哎，小涛。真不错，拍出了一家3口的氛围。
老公，你别误会，我这都是为了工作。为了事业？怎么，糟糠之夫让你拿不出手，还要找个别人来假装你丈夫？老公，我不是你。张晨，张晨，这些和心妍没有关系，你就别怪他了，都是我自作主张，没有考虑到你的自尊心。要怪你就怪我好了。啊，我以酒赔罪，就不要迁怒心妍了。顾总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和你抢心妍的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心妍的公司好，求求你不要伤害我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胭脂，张成他应该不是故意的，以前他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，你原谅他好不好？应该是我的出现让他有了危机，都是我的错，我现在就走。不，明明做出事的是我爸，要走的人是他呀。张成，我跟你说过多少遍，我和胭脂之间什么都没有，你为什么要总是这么小肚鸡肠，甚至不惜伤害胭脂呢？你给我流血啊！小涛，快去开车，马上去医院。胭脂，你再坚持一下，我马上送你去医院。再坚持一下，慢点。是不是因为上次在家里，我光忙着送胭脂去医院，没管你？我给你道歉好不好？我保证，下次如果再有这种事情发生，一定先送你去医院，好吗？等等，走之前把这个签了。现在你满意了吗？胭脂，我们走。君言，你知道你签的是什么吗？还能是什么？肯定是你又缺钱了，想要从我这里要点钱花。你要是真缺钱，你可以直接告诉我，没必要通过伤害胭脂来达成目的。我们走。一直到现在，你还在维护着你的初恋情人，这样也好。3个人的游戏终于结束了。楚心言，祝你们幸福。受了这么严重的伤，怎么也没家人陪你来？你的老婆孩子呢？妈，这里我照顾爸就够了。你说你跟过来干什么？那不行，我和你爸呀相濡以沫一辈子了，只有死亡才能把我们分开。这么多年，我已经习惯做总是被遗忘的那一个了。不过也好，这一切永远都结束了。永远结束？老公，你说什么永远结束？重要吗？你是我老公，怎么会不重要？你快说呀，到底是什么永远结束了？妈，你找到专家了吗？顾叔叔还在这儿等着呢。楚心言，我还以为你是担心我，没想到只是碰巧。杨专家，
我们那儿有个病人，好像是摔着骨头了，你能不能现在马上过去看一看？拍 CT 了吗？拍了，检查的医生说没问题，可是我们还是有一点担心。如果只是小问题的话，请排队，我这儿还有病人。张成，你还不快起来！我承认，我们现在已经很有钱了，是没错，但是也不允许你这么挥霍吧？你说什么？他顾言之摔了，医生都说没事，你还要过来找专家去给他复诊，而我摔了，过来看医生，就是挥霍。你能和颜之比吗？他的身体一直都很娇贵，而你呢？这些年天天在家做家务，皮糙肉厚，摔了就摔了，摔了就摔了。杨专家，他这点小伤不算什么的，麻烦你快跟我去看看颜之吧。这点小伤，对自己丈夫的伤势一无所知，你配做一位妻子吗？我说错了吗？来，你看。这从病人身上一共取出来37颗玻璃渣子，我光是缝针就足足缝了2个小时。你怎么会伤得这么严重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家属先出去吧，我还要给病人包扎伤口呢。老公，请你出去。就算是毫不相干的陌生人，也不至于这么对待。她真的是你的妻子吗？哎，你听说武氏集团的楚总为了给他初恋情人治病，包下了楼上整个专家层，所有的专家都上楼会诊去了。可是我听说病人好像只有一点小擦伤，至于这么大动静吗？哎呀，这你就不懂了，这是人家有钱人秀恩爱的一种方式。我还听说啊，他连初恋情人上厕所都扶着呢。我的天呀！老公，楚心言，没想到你还能抽出一点时间，丢下你的初恋专门来等我。哼！哎，老公，我真的没想到你会伤得这么严重，我还以为……以为什么？以为我幼稚的作态，只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。楚心言，我这辈子再也不会那样。老公，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？啊！楚心言，你有爱我？当然爱啊！你怎么能问这种问题？要是我不爱你，我怎么可能会和你在一起23年？妈，父亲需要你啊。心言，我手有点疼，你能过来帮我拉下拉链吗？你等等我好吗？张成，你可别乱想。我以前和心言谈恋爱的时候，手受伤了，他也是这么帮我的。老婆，谢谢你。我都是你老婆了，有什么好谢谢的？从今往后，我的温柔只会独属于你一人。你真好。楚心言，我还以为你是专门抽出时间来看我，原来只是陪你的初恋情人来上厕所。
你那边处理怎么样了？需不需要我来帮你？放心吧，离婚协议书我已经拿到手了，我和他相当于已经离婚了。离婚？老公，你说什么离婚？我们什么时候离婚了？是啊，爸，你干嘛突然跟妈提离婚这种话呀？老公，我真的很讨厌你开这种玩笑，你快说话呀！楚心言，我没跟你开玩笑，我们确实已经离婚了。不可能，这种事情没有我的同意，我们怎么可能会离婚？你肯定是骗我的，你赶紧跟我解释清楚，不然我真的要生气了。楚心言，你记性就这么差吗？你忘了，离婚协议书可是你亲手签的字。张成，你心言，心言，你别和张晨吵了，都是我的错。言之，这些和你没有关系。张晨，我知道你是因为刚才心言给我拉链的事情生气，都怪我没有分寸。我还以为是我跟心言谈恋爱的那段时间，那时候我和心言还睡在一张床上过。我还记得你老婆的皮肤很好，身上捏着软软的。言之，你没听到他刚刚说什么？张成，你够了！言之，张成，你给我站住！张成！小唐，想吹哪一个？快吹这个，吹这个！哇，哎，来吹这个，吹这个！太棒了！小唐，来，老公，看我，给你们拍张照。耶！楚心言，张小桃，既然我的真心在你们眼里连腐烂发臭的猪心都不如，那好，这个家我不要了。走吧。他好像是我爸，他身边还有个女人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他把我拉黑了。我爸该不会出轨别的女人，不要我们了吧？为什么？张成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看爸刚从家的方向出来，说不定家里就有他离开的真相。快回家！找到什么了吗？妈，卧室还没找呢。卧室。
妈，好啊，张成，你竟然连个理由都不给，就背叛我们母子。放心吧，心妍，他不会背叛你的。你仔细想一下，张成那种人，除了做做饭、打扫下卫生，什么都不会。这20几年，要不是你养着他，他早就成了一个废物。像他那种人啊，眼里只有钱，怎么可能舍得离开你？你是说这一切都是他演的？好你个张成，不就是嫉妒颜值和我走得近吗？为了吸引我的注意力，你竟然找演员来骗我。这一次，我偏不如你愿。就是，妈，依我看啊，咱们就不能惯着我爸那个臭毛病，他不想演吗？咱们呀，就一块和顾叔叔出去玩几天，让他一个人演个够。等他那点私房钱花完了，自然会回来求你。好，张成，等你钱花完了，看你回不回来找我。董事长。幸好听了顾叔叔的话，这么多天没理过我爸，现在啊，肯定身无分文，急得团团转了。哼，那都是他该的，谁让他找演员来骗我们？这么多天了，他应该连买菜的钱都花光了，也该低头认错了吧？妈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声泪俱下，求我们原谅了？人嘛，为了钱也正常。这，妈，怎么？是不是他又不知好歹，提什么要求了？这些天，你爸一个电话都没给我打过，一个消息都没发过。男人嘛，为了面子也很正常。说不定啊，他现在已经在家里准备好了一桌子的菜，等着你们给他台阶下呢。对，肯定是。妈，爸根本不在家呀！难道我爸他真的不打算回来了？他以前不是说过，我们母子是他的唯一，是他的生命吗？我们小刀飞得好高啊！爸爸，你一定要永远陪着我和妈妈，好不好？那当然了，你和妈妈就是我的唯一，我的生命。爸爸这辈子只有一个使命，那就是照顾好你们。爸爸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爸爸。再来一声话。好，来。他不是说过会一辈子照顾好我们母子吗？张成，你不就是想让我们认为离了你的照顾，我们母子就活不下去了，然后给你道歉，求你回来吗？我一定会向你证明，没有你的照顾，我们依然能活得很好。小桃，这怎么了？爸离开这3年，一次早饭都没吃过，我饿出胃病。饿的？这怎么会呢？你爸不是给做了早餐吗？妈，你是不是忘了，爸还没回来呢？我记得以前，你爸每天早上都会提前2个小时起床，做好丰盛的早餐等我们。20年如一日。来啦！哇，小涛，快吃吧。来。爸爸做的早餐真好吃啊！只要你和你妈喜欢吃，我天天给你们做。再来一个包子，来。好。
不就是一顿饭吗？只要有钱，什么买不到。我们点外卖。就是，早餐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东西，我爸做的和外面买的能有多大区别？说不定还没人家专业的做的好吃呢。哇，比我爸做的丰盛太多了。妈，我饿了不行，你先吃啊。心妍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怎么这么难吃啊？难吃？不会吧？我经常点这家店的早餐，这可是本市必吃榜第1名。这也算早餐？跟我爸做的比起来，简直难以下咽。顾叔叔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我花重金请来的5星级保姆，做饭的手艺啊，比酒店的大厨还要好。以后家里的一切都放心交给他吧。太太、少爷，晚餐就交给我吧。来，小涛。天哪，比我爸做的一点也不差。妈，你快尝尝。心妍啊，这世上没有什么是不可或缺的，就比如做饭、打扫一下卫生这种小事情啊，随随便便花点钱就解决了。就是，我爸呀，他不就想靠这些手段，让我们觉得离不开他吗？等他发现呀，我们离开他后，反而还能过得更好，他到时候怕是要后悔疯了。哎。小涛，小涛，你怎么了？这里面放了什么？放了猪肉、胡萝卜还有花生。花生？小涛对花生严重过敏，吃了可能会死的。啊？我不知道啊！快叫救护车！好好好，小涛，你再坚持一下。心妍，都怪我，我忘了小涛他对花生过敏。不怪你，就连我曾经都差点忘记。只有一个人永远不会忽略掉这些事情。张成。小涛对花生严重过敏，禁忌。不仅连小涛的所有禁忌喜好你都记下来了，连我的也是。那当然了，我答应过你的，我一定会照顾好你们母子。知道小涛对花生过敏后，家里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一粒花生，对我更是如此。张成在了解到我的喜好后，每次在我不开心的时候，都会做我最爱吃的食物。可以说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我们母子。如果有他在，小涛绝对不会变成这样。张成，你到底在哪儿？如果爱残存些温度，这场梦会不好看吗？太好看了。我们的婚礼就定在2个月以后，我爸已经给滨海所有大集团都发了邀请函，这次你就算想后悔，你来不及了。放心。我绝对不会后悔的。少爷，明天集团和今年的新合作方会有一个集体签约仪式，需要您亲自参加。
签约仪式？再过几天就是楚氏和天齐集团签约的日子，到时候你陪我一起去好吗？我可以不去吗？我知道您的担忧，但这次毕竟是集体签约仪式，所有合作方都会到，规模盛大。您才上任，建议还是去一趟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天啊，这里也太豪华了吧！哎，看那个斯无比限量版花瓶啊，还有那个水晶蝴蝶吊灯，我感觉我就跟曾经进城了一样。这帝都酒店啊，可是天齐集团的旗舰，平时想要进来，最低消费都得7位数呢。要不是顾叔叔，我们哪有机会进来？心妍，你不会还在想张成吧？哎呦，我的好闺蜜啊，也不知道你有什么好担心的。那个张成啊，我最清楚，他就是图你的钱。现在你的工作蒸蒸日上，他就是傻了也不可能离开你啊。是啊，心妍，今天可是楚氏和天齐集团签约的大喜日子，就别想他了，好好感受一下帝都酒店的纸醉金迷吧。咱们赶快进去吧。张成，张成，心妍，你怎么了？我好像看到张成了。张成？不可能啊！你刚才也听小涛说了，这里低消没有7位数，连大门都进不了。他一个家庭主妇，哪有资格来这种地方啊？是啊，妈，你肯定是看错了。走吧。我知道今晚前妻也在这儿，早就听说她是个很漂亮的女人。23年前我就没比过她，这次我绝对不会再输。我先上去换件衣服，一会儿惊艳全场。张成，爸，我还真的以为是我看错了。老公，你这些天去哪里了？怎么不回家了？家？那个已经不是我的家了。老公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是啊，爸，我妈让你在家白吃白喝20多年，你怎么能说这么没良心的话呀？老公，你说清楚好不好？你说清楚，我可以原谅你这些天的消失。原谅？大可不必。但既然你想，我就再说一遍，我没有说错，那个家已经和我没有半点关系了。什么？装的还挺像。就你这种底层普通人，舍得离开我们心妍这种事业有成的女总裁吗？说这些不就是欲擒故纵吗？张成，作为男人我也能理解你。是，平时我和心妍走得太近，你心生嫉妒了。但你也不该为了吸引心妍的注意力，用这么幼稚的手段吧？我觉得真正可笑的是你们才对。心妍，你快看，这不就是被揭穿了、恼羞成怒的样子吗？张成，你告诉我，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吗？这还有什么好问的？他离了你，就是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屌丝，哪有资格来这种地方呀？我猜呀，他就是冒用你的名号混进来，故意制造偶遇，上演这种久别重逢的戏码。心妍，说了也是你命苦，要不是颜之需要出国深造，按照当初你和颜之热恋的状态啊，哪轮得到他这种货色和你在一起啊？你知不知道，现在同学聚会，好多同学还在说，你就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。大家都觉得你和颜之啊才是最般配的。这些年，每次你朋友嘲笑我，你都只是默默看着，从未替我说过一次。难道说楚心妍，在你眼里，我真的和他们说的一样不堪吗？
我妈和顾叔叔之间还有这样一段过去呢。当年那件事是我一生的遗憾。我选择出国，只为了回国能给心妍一个更好的生活。但是没想到，等我回国后，一切已经物是人非了。天哪，这真是一段让人惋惜的爱情。有些人鸠占鹊巢这么多年，吸血也该吸够了，难道还不知道知足？这位置啊，也该让给真正的有情人了。你别乱说，心妍，你忘了当初言之出国留学的时候，你伤心的好几天连饭都吃不下，还是我看没办法了，送你去了医院，你输了好几天营养液才恢复过来的。楚心妍，看来你也忘了，当初是靠着我的陪伴，你才走出了阴影。你能一直这样默默支持我一辈子吗？这件事情我怎么不知道？心妍，我知道你不想让我担心，但是这种事情你怎么能不告诉我呢？如果我知道了，我肯定会回来找你的。张成，你就算看在心妍白养了你20多年的份上，你也该识相退出。看着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不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儿吗？嘉欣，你别再说了，我和张成……其实我觉得他和顾言之更配。张成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你知不知道，我真的会很伤心的。我妈这么爱你，你还有良心吗？哎，我配吗？张成，你如果真的爱我，当初为什么毫不犹豫地抛下我，和别人离开？你如果真的爱我，为什么把我一个人丢在国外3年，不管不顾？别打我！别打我！送我别人不要的赠品，发生误会首先相信的是别人，甚至就连我亲生儿子的生日宴也没邀请。楚心妍，这些算是爱吗？心妍现在是公司总裁，日理万机，而你一个底层的普通人，有什么资格让人家一直围着你转？看看人家言之，给心妍拉来了天齐集团这么厉害的合作，同样都是男人，这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？心妍，他说这么多，做这么多，到头来不还是想吸引你的注意力？你可别忘了，现在不是你离不开他，而是他这个底层的平民离不开你。你信不信？你现在只要说一句离婚，他就立刻变成一条哈巴狗，趴在地上求你。你想看的不可能会发生，因为我们两个已经离婚。离婚？心妍，真有这回事儿？张成，你说清楚，我们什么时候离婚了？是啊，这都第2次了，你怎么还开离婚这种玩笑？你就不怕我妈一生气真的不要你了吗？我说的还不清楚吗？我们已经离婚了。不可能，离婚必须是2个人一起签字才有效。我们要是离婚了，我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？你之所以不知道，那是因为当时你的注意力全部都在顾言之身上，根本就不知道你签下的其实就是离婚协议书。宋心妍，你知道你签的是什么吗？还能是什么？肯定是你又缺钱了，想要从我这里要点钱花。你要是真缺钱，你可以直接告诉我，没必要通过伤害言之来达成目的。离婚协议书已经生效了，我们没有夫妻关系了。张成，我对你真的很失望。以前我认为你只是孩子脾气，嫉妒言之和我走得近，所以想用这种手段来吸引我的注意力罢了。
可我没想到你这次竟然这么过分，居然连离婚这种谎话都说得出口。楚心言，你难道忘了，结婚23年，我从来没对你说过一次谎话。但凡你对我有半点了解，都不至于一直到现在，还自信的认为我在骗你。楚心言，我真的没骗你。够了，我还不了解你吗？你要是没骗我，今天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里？你做这么多，不就是为了和颜值争风吃醋吗？张成，今天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，我不想因为你的无理取闹被影响。在我对你彻底失望之前，马上回家。楚心言，你错了。今天这场签约会要是我不在，就不可能举办得下去。因为这次，我才是真正的主角。赵叔，请进。老爷听说蒋小姐也要参加今晚的签约会，特地让我给您送来这条项链。帝王绿翡翠项链，我记得苏富比拍卖会前几天刚刚拍了一条，据说足足有3亿。苏富比拍出的就是这条。那我懂了，放心吧。23年前我输了，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输。天哪，这天齐集团的签约会也太奢华了吧！那些人都平常在新闻上才能看到呢，个个都身价100亿呢。妈，咱们今天要随便结识一个，都是处事的大机遇。心言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天齐集团投资部的陈岩，陈主管。陈主管您好，我是楚氏集团总裁楚心言。处事，我这儿还挺忙的，就不一一招呼了。你们先聊着。陈主管，像陈主管这种级别的大人物啊，忙一点也正常。放在以前，能见到这种大人物都是我不敢想的。今天还能说上话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我们心妍也很厉害呀，要不是你，我哪有机会来这种场合长世面呀？不过，真该让张成那个窝囊废见识一下我们之间的差距。就他还想用欲擒故纵那一招，真是不识抬举。这种场合提他做什么？我听说今天会来一位大人物。大人物？天齐集团的新任董事长。天哪，我们竟然还有机会认识这种大人物呢！我也听说过这位新任董事长的事迹。听说20多年前，他为了一名底层平民女子叛出家门，现在呢深耕家庭，以平凡的姿态默默托举这位女方创业，直到最近才回归集团。天哪，我简直不敢想，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的男人，浪漫又有责任心。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，就算是再平凡的爱，肯定也超幸福的吧？这种人，全世界恐怕就这么一个吧。张成，我不是说了让你回去，你怎么跟上来了？谁告诉你我是跟过来？我就不能也是参加签约会的？张成，我能理解你作为男人又失败又穷，在我面前毫无自信，所以你就想故意用欲擒故纵的手段
来吸引心妍的注意力。但是今天这样的场合，你玩这么一出，未免太把楚师的前途当儿戏了吧？放心，我的出现绝不会影响到他。谁不知道你张成就是被心妍养了23年的窝囊废？而这里随随便便挑出一位，都是身家几亿、几十亿的大佬。要是让他们知道，竟然和你这种人待在同一个地方，恐怕也会觉得是莫大的羞辱。到时候因此牵遇到心妍怎么办？你也觉得我站在这儿会让你丢脸，是吗？是。楚心妍，你知不知道，天底下谁都能看不起我，唯独你不行，因为唯有你让我抛弃一切，细心呵护了20年。我是不是跟你说过了，今天这场签约会对我来说很重要，你就不能考虑我一下吗？我不是不为你考虑，而是这场签约会如果我不在，就办不下去。张成，你说这场签约会没你就办不下去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难不成也是来参会的亿万身家大佬之一？身价几十亿的人也不可能让签约会办不下去，毕竟这里的人都是以能见到董事长为荣。张成，你该不会是想冒充天齐集团的新任董事长吧？张成，我不允许你这么侮辱人家董事长。人家为了妻子可以放弃一切，以最平凡的姿态在暗中默默付出20多年。人家这种世间无二的好丈夫，你凭什么假冒人家？他默默在背后托举妻子20多年，就成了你口中世间无二的好丈夫。傅心妍，你难道忘了，我也同样在背后毫无怨言的照顾你们母子20多年，怎么就成了你口中让你丢脸的那个人？你和人家能比吗？人家是默默付出，而你是吸血，还说不是为了钱。像你这种底层平民啊，如果不是为了钱，怎么可能赖着心妍20多年不放？他们那边怎么回事啊？我听了一下，感觉像是在说他们家那些破事儿。怪不得处事啊难登大雅，像今天这种场合，居然还在宣扬家丑。和楚氏集团聊天的这个男人怎么这么眼熟？不对，如果是大人物，怎么可能和楚氏有关系？难道是我记错了？不过也对，像你这种人来说呀，心妍就是这世间的天，换做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想尽办法呀留在他身边。傅心妍，你也这样看我吗？妈，你明知道人家心妍心善，干嘛还这样为难人家？有些话心妍不好自说，那我今天就趁着这个机会，我帮他说。你也看到了，心妍和你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。心妍值得的是像妍之这种真正能为他提供帮助的人，也是真正喜欢的人。嘉欣的话说的有点难听，但是忠言逆耳，婚姻和爱情确实不是一个东西。我说过，我和他已经离婚了。他想追求自己的幸福，我无权阻拦，反而我也很赞同。张成，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说这些气话有用吗？你说这么多，我就是还是舍不得放弃心妍这棵摇钱树。太阳本高悬苍穹之上，又何必把它拉入到你这台玉米之中？张成，你要是真是个男人，就应该大气放手，成全人家心妍。哦，这会不会有点……心妍，他就是图你的钱，永远不可能离开你的。可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如果不这样逼他离开，那到时候天齐集团的董事长来了，楚家可就完了。哇哟！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无缘人还是识相趁早离开吧。张成，你听我解释。还解释什么？说你们信。张成，爸，我说你们楚氏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不知道我们董事长马上就要来吗？陈主管，我可以保证，这些和我们没有关系啊，都是他。是啊，
我可以作证，就是有一些唯利是图的狗屁膏药缠着我们心妍不放。不过，请您放心，这一切都解决好了，绝对不会惊扰到我们董事长。拜金女经常见，倒是第一次见着拜金男，真给我们男人丢脸。不过拜金男固然可恨，但你们也得分清楚场合吧。要是因为你们处事的私事惊扰到了我们董事长，那以后整个滨海可就没有你们处事的容身之地了。是，我们知道了。听到没有？还不快滚！天哪，这太眼熟了！你是董事长？董事长？董事长？陈主管，你肯定搞错了。认错了？不应该呀！我虽然没有资格亲自见董事长，但是他上任的时候，全公司都收到了内部信，还有照片呢。妈，这上面好像真的是我爸。小汤，陈主管，您别听我儿子瞎说。像董事长那种大人物，怎么可能会和我们家扯上关系呢？你们家？其实他是我老公，我们结婚23年了，他一点成就都没有，最多就是在家做做饭，打扫一下卫生。他要是天齐集团董事长，我能不知道吗？是啊，现在长得像的人那么多，光靠一张照片很难确定身份的。那看来的确是我认错了。我们董事长是何等存在，怎么可能会是这种令人不齿的拜金男呢？刚才我就叫你走了，你自己看看，偏要我在这跟着你一起丢脸，你才高兴吗？爸，你还想回去吗？星爷，你就这么让他走啊？你就不怕他没有受到教训，下次还犯吗？毕竟刚才他可是大言不惭，冒充董事长的。什么？他冒充董事长？对，我可以证明，他不仅冒充董事长，还大言不惭地说这场签约会啊，没他开不下去。这些年，要不是天齐集团主动让利、开放合作，哪有我们这些小公司的今天？这家伙竟然敢冒充董事长，败坏天齐集团的名声，绝不能轻饶他。没错，陈主管必须严惩。哎，我们照实处理问例。还有模式，严惩不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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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给陈主管和各位大佬道歉！道歉？所以楚心言，一直到现在，你都认为做错事的那个人是我，对吗？到现在了，你还执迷不悟。张成，你现在已经引起公愤了，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，楚氏就彻底完蛋了。楚心言，我竟然还天真的以为你是担心我出事，没想到你真正担心的只有你的公司。很快你就会知道，我没错。心妍，你瞧瞧，你一番苦心就是为了狗。有些人啊，就是好言难劝该死的鬼。既然他自己作死，你就干脆成全他。张成，你现在要是诚恳的道歉，我还能保护你；要是再晚，就真的没机会了。张成，听句劝，低个头。你那穷酸的傲骨，在这种地方真的一文不值。爸，陈主管，虽然这件事出在我处事，但是这个人已经和我们没有任何瓜葛，随您处置。算你们处事有眼力劲儿。来人！张成，希望今天吃的苦头能让你长点教训。把这个侮辱董事长的家伙给我带下去，好好教训。是。住手！天哪，他身上这件礼服好像出自欧洲顶级设计师朱丽叶之手，至少价值500万呢。这礼服裙算什么？你看他脖子上那块帝王绿翡翠项链，我记得前几天苏富比拍卖会上好像就有一条同款项链。
被神秘富豪用3个亿给绑架。3个亿，这随便带几个亿出门，这姑娘该不会是那几家的千金吧？这条项链怎么和我代表公司替老董事长拍下的那条项链一模一样？我看谁敢动他。好看吗？我未来公公听说你前妻也在这儿，专门送给我的，听说3个亿呢。张成，他是谁？你凭什么瞒着我老公？是啊，爸，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啊？老公？难道他们还不知道那件事吗？什么事儿？张成，你快说清楚啊！到底是什么事儿？我们离婚的事。离婚？那不就是你欲擒故纵的一个手段吗？楚心言，但凡你关心我、相信我一次，你就不会说出这种话了。离婚协议书是你亲手签署的，现在已经成功生效，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就算有，也仅限于前妻。张成，你没看到他对我做了什么吗？你还不快帮我！张成，你找演员来气星爷也就算了，竟然还纵容他欺负星爷，你就不怕到时候假戏成真，星爷真休了你吗？就是，谁不知道你这个窝囊废根本离不开星爷，还不赶紧道歉，免得到时候啊连后悔都来不及。闭嘴！我跟他离婚，不正是你们想看到的吗？认为我图他的钱，认为我离不开这个家。今天我就告诉你们，都给我听好了，我张晨和楚心言已经离婚了。离婚协议书我在离开之前就放在了主卧的床头柜上，不相信的话，你们可以自己去找。还有，我今天出现在这儿，不是为了你们任何一个人，我请你们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的个人生活。张成，你做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吗？你什么意思？原本我以为你离开就只是为了气我请的演员，可我今天看到你这副模样，张成，你是不是出轨了？什么？好啊，张成，怪不得你连撒谎都这么理直气壮，原来真的找好下家了，要抛弃原来的家。你这个渣男，我今天必须为我的姐妹出气！放开！姐姐，你没事吧？张成，居然为了这个女人打我闺蜜！我打的就是她！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这些年就是她在背后煽风点火，撺掇你和我离婚，好让你和顾言之恶性重圆。好啊，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为了这个女人，连我也要打。这小三，我让你勾引我老公，你这个小三！欣然，你看，还给我。欣然，你刚才看到他们俩着急的样子了吧？这个项链说不定就是他们俩的定情信。这项链看起来可不便宜啊，这成色，这做工，至少得好几10万吧？你居然拿着我的钱去养小三，还送这么贵重的礼物，你对得起我吗？张成，你还有良心吗？这20多年，欣然养你吃，养你穿，养你住，还白让你花钱。你想要什么，欣然都给你了，几乎倾尽了所有的爱。大家都评评理，像他这样的人，是不是应该天打雷劈？这男真不是个东西，在家20多年不工作也就算了，竟然还拿着老婆辛苦工作的钱去外边养小三儿，良心被狗吃了吗？他老婆对他这么好，竟然还背叛，真该被天打雷劈！你说我花你的钱，那你告诉我有份你要回1分钱吗？每个月1号，我都会定期给你转5000块，凭证就在这儿，你难道还不想承认？5000，相当于多少人累死累活1个月的工资了，还说没给你花钱？你们不吃饭吗？水电气物业费不需要交吗？
家具电器坏了不需要维修吗？家里家外脏了不需要打扫吗？这20多年来，我每天变着法的给你们母子做比酒店还要丰盛的菜。现在，你们还觉得这5000块钱还能有甚吗？不应该呀，这些事情哪是1个月5000就能搞定的？心妍，你是不是漏掉其他转账记录了？你看看。真的没有了啊？那岂不是说这20多年他身上连1分属于自己的钱都没有？这20多年来，我在你们家当厨师、当维修工、当保洁，平时还要照顾你的情绪，给你做保姆，给你做课外辅导老师。10多年来，我没睡过一个好觉。涂心妍，你告诉我，这些如果换算成钱，该值多少？相反，我这些年有问题要不1分钱。即便这样，你还要放纵你的闺蜜羞辱我，是个只知道在你身上吸血的窝囊废。我离开你，早就饿死了。涂心妍，你来告诉我，这些年究竟是谁离开谁活不下去？这哪是丈夫，分明就是奴隶嘛！什么厨师、维修工、保洁，这些1个月少说也得2、3万工资呢。是啊，都这样了，还说什么倾尽了一切的爱？我看这爱呀也不值钱。对不起啊，张成，这些我是真的不知道，你也从来都没有问我要过，所以我才会。我之所以没要，那是因为我把你们母子当做我的一切。可你们把我当做什么？当做理所应当，当做一个随时可以抛弃的物品。心妍，你千万不要被他给骗了。他说他没钱，那这项链怎么回事啊？这大几十万的东西是你想买就买得起的？对啊，张成，这项链你怎么回事？你要是不解释清楚，就当你这几10万是偷心妍的，我一定会打电话报警把你抓起来。这条项链能让我看一下吗？陈主管，这不过价值几10万的东西，就是这个渣男拿来哄骗小三的玩物，有什么好看的？这哪是什么几10万的玩物啊！前几日，集团指派我去湘江苏富比拍卖会，为董事长拍下了这枚帝王绿翡翠项链。我知道，我当时也在现场。那个帝王绿翡翠项链的成交价达到惊人的3个亿，没想到竟然是老董事长拍下的。没错，这就是那枚价值3个亿的帝王绿翡翠项链呢。什么？这玩意儿价值3亿？陈主管，您应该是搞错了吧？不可能，这条项链给我带来的震撼绝无仅有，我绝对不可能看错的。可这价值3个亿的项链怎么会戴在一个小三儿的脖子上？集团内部有传闻，说董事长买来这枚帝王绿项链是要送给未来儿媳妇的。难道您就是我们董事长夫人，帝都的蒋家千金小姐？总算有个识相了。那这样说，您就是我们新任董事长？董事长？张成，陈主管，你肯定是搞错了。他怎么可能是董事长？他只不过就是个……再见。给我闭嘴！我警告你啊，再敢对我们董事长不敬的，天齐集团绝对不会轻饶你。张成，我来人！签约仪式现在开始。张成，我张成。老公，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？是啊，爸，你和妈都结婚20多年了，有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？
你们可是要白头偕老了呀，干嘛闹这么僵呢？请你们不要影响签约会的秩序。我在和我老公说话。楚心言，我们已经不是夫妻了。不，你想要离婚，必须经过我的同意才行。晚安。爸，老公，我放开老公，亲爸，你放开我，老公，不要！老公，爸，老公，老公，你别走好不好？楚女士，我们少爷跟你已经没有关系了，请自重。我爱他，我们的儿子都这么大了，我们才是一家人，怎么可能没关系呢？走吧。老公，爸，老公，爸，是不是我真的做错了，所以他才离开我的？心言，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，要怪就怪他不表明身份，故意装穷，要不然我们怎么可能会看不起他？你想想啊，这20多年他1分钱都没往家里拿，你对他呀也算够仁至义尽了，你还给他怀胎10月生下小涛。这样看来，小涛不就是天齐集团唯一的继承人了吗？他张成这么多年都忍过来了，却在这个时候离开，你们说该不会是他在外面有私生子了吧？是那个女人。那天齐集团不就和我没关系了吗？不行，我们绝对不能让那个渣男得逞，他不是背叛你们母子吗？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。有钱又怎么样？再有钱也比不过舆论。你有什么办法？咱们开直播，把事情闹大，就不信那个渣男不碰。张成，你快看，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天齐集团新任董事长抛夫弃子、背叛家庭的瓜，大家都来停一停看一看。是那个千亿豪门天齐集团，不是才说他是当代劳模丈夫吗？怎么又来了新的版本？大家千万不要被他骗了。今天呢，我们请来了当事人，这2位就是被张成抛弃的原配妻子和亲生儿子。我真是没想到，他们竟然这么不要脸。张成，要不要我联系公关处理？不用，我倒想看看他们这样污蔑我的依据是什么。23年前，张成隐瞒身份和我结婚，从那天起，我没有让他出去工作过1天，所有来自生活的压力，都让我一个弱女子承担。不仅如此，我还给他生下了一个孩子。张成，这辈子我对你问心无愧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会毫无缘由的抛弃我们母子和别的女人离开？当代陈世美，不要脸！爸，我知道你现在有新欢了，也有钱了，看不上你的糟糠之妻和你的亲儿子，想要把家里的财产都分给那个小三儿。但你别忘，法律有规定，千齐集团永远有一半是属于我们母子的。你现在马上回来，给我们道歉，然后签署股权分配协议，把1半的财产分给我们，这样子我和妈会考虑原谅你的。张成，你听到没有？一直到现在，你的老婆孩子还在为你考虑，只有你的1半家产。按理来说，像你这种背叛家庭的渣男就应该净身出户。现在全网的网友都在看着，你还不赶紧认错道歉，给他们应有的补偿？支持支持支持！现在怎么办？回家去吧，家里有你们想要的答案。这是本尊出来了！我去，本尊驾到，越来越精彩了。南风不是说去家里吗？主播怎么还不去？难道真的有隐什么？他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万一他是在拖延？好，我们去。张成，背叛这个家的是你，我没什么不敢示人的，我倒要看看你到底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瞒着我们母子。我不在家的这几天，张成有回来过吗？没有。但是我打扫卫生的时候发现，先生所有的东西都留在家里，一件也没有带走。大家都看到了吧？果真是富裕了，曾经的东西都看不上了。男人就是这样，有钱就变坏，忘本。那个渣男不是说答案就在家里吗？
心妍，你快带大家看看，一定要拆穿那个渣男的谎言。大家都看到了吧？电动牙刷、高档毛巾，这个东西啊，花你的钱，却都花老婆的钱。都这样了，还不知足，真不要脸！从这些细节就能看出老婆对他多好，没想到还当陈世美，死渣男！罗阿姨，这些是我爸，这些才是。什么？啊，不是，小涛，现在直播间里面10万好心人帮咱们伸张正义，你可别向着你爸说假话呀！他没说谎，张成这些年在家里用的，确实是那些破烂。小涛，这是经销商送的礼物，国外进口的羊绒毛巾，一块得好几百呢。你那些旧毛巾用了也几个月了，该换了。谢谢妈。我的呢，老婆，我那块也用了很久了。我每个月不是给你钱了吗？你想要什么自己买就是了，干嘛连儿子的也要抢？是啊，爸每个月就那5000块，又要给我们做1日3餐，还要交各种补贴，哪还有钱给自己置换物品啊？那个牙刷，我记得是高中时候买东西送的赠品，爸都用了7、8年了，还没换过。不是说对人家很好吗？一个牙刷用7、8年，就算扫大街的也不至于这么惨。就是，我听说这女的也是企业老板，一个月就给人家5000块，连个保姆都不如，就这还怪人家出轨？是我也跑。这个只是一个小意外，不能代表什么。心妍，你快带我们去别的地方看看吧。对，卧室是最能体现生活质量的地方。心妍，咱不是去卧室吗？怎么来放垃圾的杂物间了？上次顾叔叔喝醉酒，我妈为了照顾他，把我爸赶这里了。我没听错吧？为了照顾别的男人，把自己老公赶去杂物间睡。这女的之前还说对男方问心无愧，感情就这样无愧的？男方能忍20年才走，也挺不容易的。大家别着急啊，这里面肯定有误会。既然这个房间是他的卧室，那为什么这个房间里只有这一套睡衣啊？心妍，你说他会不会根本没在这里住，而是偷偷搬到其他空房间了？他这样做，故意在咱们面前装出一副吃苦、受委屈的样子给我们看。虽然我来没几天，但是我真心想为先生说句公道话。太太，我这几天打扫房间，发现先生的睡衣只有这一套，上面全是破洞和补丁，而且其他的春衣和冬衣也各只有2套。从使用的程度上看，至少是穿了5年以上的旧衣服。直到现在，他们还以为我的离开是一时兴起，殊不知是这么多年失望的累积。赵叔，让你收集的东西准备好了吗？全部准备好了。正好有这么多人见证，你亲自去趟楚家，把那个东西交到楚心妍手上。好。
现在是时候让一切真相揭晓。我记忆里，这些年我爸的样子一直都没有变。原来他只有2套衣服。不对呀，衣服都穿成这个样子了还不换，还是有什么毛病吧？就算没钱，跟你说一声也不也行吗？这些都是我送给他的礼物，这是15周年我送给他的，这是他42周岁生日，这是他40岁生日。家里做几千万的生意，礼物就送几百块钱的衣服，这是重点吗？是重点吗？重点是这个女的根本就不关心她的老公。就是，但凡关心一下，也不至于让人家过得这么惨。这对母子可真是不要脸。大家都不要忘了重点，重点是这个渣男出轨，就算家里再怎么对不起他，也不是他抛弃妻子的理由啊。太太，这是张先生留下来的。这是什么？离婚协议书？离婚协议书？不可能！我什么时候签过这种东西？这是假的，这肯定是假的！把这个签了。现在你满意了吗？是那天，妈，这是假的，对不对？这肯定不是你签的名字。不，这是我亲手签的。这一家人也是够可笑的，什么时候自己签了离婚协议书都不知道。这也证明了他们母子对男方的无视。人家真不是东西啊！逼走了自己老公，竟然转头变成受害者，网暴人家。我们一起抵制处事，抵制处事，抵制处事。心妍，既然事情都已经到这地步了，那你不如向前看，反正你也不爱他，他现在识相离开了也好。谁说我不爱他了？我爱他。我要是不爱他，怎么可能会给他生孩子？怎么可能会和他在一起23年？你爱他，也不影响你喜欢言之是吧？事到如今，你和他已经没可能了，要不然你和言之……心妍，我知道我们重逢这些年，你也对我余情未了。现在正好，那个碍事的他现在也走了，你也恢复了单身，不如说我们重新在一起吧。我对天发誓，我一定会比张成更加用心的照顾好你们母子，还有你的公司。不行，我不能对不起张成。心妍，他已经不要你们了，你何必再对他念念不忘呢？难道你忘了，你当初最爱的可是我？要是我没有出国的话，我们的孩子也该有小涛这么大了吧？这不一样。怎么会不一样呢？张成他早就已经是我的一切了，我不能想象没有他的日子会是什么滋味。我还是不相信他就这么走了，我要去找他，让他亲口告诉我。心妍，我哪里比不过他了？不就比他穷了一点吗？他能为你们母子做的，我也一样可以，甚至可以比他做的更好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该求着给机会的不是他，而是法律。干什么呢？给我放开！信不信我报警，告你们私闯民宅？随意。你是张成的人，是不是他让你来找我的？他肯定还有什么想对我说的，是吧？我们董事长对你没什么说的，但是就我个人而言，给你一个忠告：遇人不淑。
什么意思啊？自己看。这是3年前顾延之勾结境外劫匪，绑架你们母子，陷害我们少爷的证据。3年前我们被绑架，是顾叔叔找人演的。星爷，你别听他胡说，他是张成的人，肯定是张成故意陷害我的。赎金我1分不要，只有一个要求，用你们那最惨无人道的手段，好好折磨那个姓张的，他越惨越高兴。3年前你们被绑架，确实是演的，但是我们董事长在国外被折磨3年，那是货真价实的。原来那3年，你费尽心思劝我们别给赎金，就是为了害死张成。不是这样的，星爷，你听我解释。你到底图什么？星爷，这是你们的私事，我就不掺和了。这件事儿，怕跟你也脱不了干系。那家伙走运，既然能从那种地方活着回来，我要你帮忙离间他们，让他们离婚。他们都结婚20多年了，能听我们的吗？放心吧，楚心妍就是个满眼都是我的纯女人，只要你帮忙，我一定会让他们分开。到时候就再也没有人能阻拦我得到楚氏。事成之后，好处我少不了你的。你们，星爷，我知道错了，是我一时鬼迷心窍，你就原谅我吧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的人生已经被你们毁了，你觉得我还会原谅你们吗？带走。星爷，我知道错了，星爷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星爷，我知道错了，星爷。老先生，我知道张成他现在不愿意见我，但是求你看在我失去一切的份上，帮我个忙，让他最后再见我一面，好吗？求你了。这是我们少爷让我带给你的，本来我是不愿意给你的。这是婚礼请柬。妈，老公，一辈子陪着我好不好？好。钟女士，你也看到了，我们少爷现在很幸福，还请你不要破坏这美好的时刻。有一件事情，我一直都没想明白，张成已经和张家断绝了关系。3年前，那200万到底是从哪来的？当年我们少爷为了你，确实断绝了跟老爷的关系，并且发誓，从今往后再也不踏入张家大门。但是，3年前，当他听说你们被绑架后，爸，我求你借我200万好不好？张家已经没有关系了，别向我借钱。
王爷，他在老爷的别墅门外跪了整整半天，几近晕厥，最后老爷才答应给钱。楚女士，放过我们少爷吧。新郎现在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。妈！妈，你是我爸，你的丈夫呀！你没看到他就要娶别的女人了吗？他现在已经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妈，是我们亲手葬送了自己的幸福。你照顾了我们娘俩23年，现在我已经拿不出能报答你的东西了。或许只有我们母子永不打扰，才是你最想要的。小涛，我们走吧。张成，祝你幸福。怎么了，老公？没事，只是看到了我的过去，永远消失的过去。